这可能颠覆你对世界的所有认知。你以为易经是拿来算命的，其实那只是它被阉割之后的一小角。真正的易经根本不是讲人生的吉凶，而是在讲宇宙，一场关于存在与消失的终极演化。听起来悬，但你等下就会发现，它的逻辑比现代宇宙学还要精准。想想看，在几千年前，我们的祖先没有显微镜，没有望远镜，没有量子物理，却能用一堆阴阳八卦的符号，把宇宙的生成、能量的流动，甚至人类文明的演化都讲明白。这不神更神的是，它竟然在几千年后被现代科学一步步验证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先别急，我们从头来讲易经的开端，不是人，而是无极。你可以想象那种连空都不存在的空吗？没有光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方向，也没有声音，那是一种连空这个字都无法形容的空。因为只要你能形容，它就已经不是无了。然后某个无法解释的瞬间，这片虚无里出现了第一个念头，不是人的念头，而是无自己想变成有的冲动。这一刻，宇宙的心跳第一次响起，那就是太极。太极是什么？简单讲，它是一切可能性的种子，它还没展开，但它里面已经藏着所有未来。你现在的每一次呼吸，星系的每一次爆炸，早就写在那颗种子的基因里。接着太极开始动，动就分这一分，变生了阴阳。这不是男人女人黑白对立那种简单的二元，而是一种力量的平衡机制。阳是爆发、扩张、创造，是大爆炸那一瞬间的撕裂；阴是吸收、凝聚、冷却，是引力，让能量变成星球的那一股温柔。他们不是敌人，而是一对永恒共舞的伴侣。宇宙的秩序、生命的节奏，乃至人心的起伏，都在这阴阳之间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跟现代科学说的物质与反物质、熵增与熵减多像？只是我们的祖先用诗的方式把这一切讲得更浪漫。可宇宙还没完，阴阳之后还要再分，那就是四象。听起来抽象，你就想成四个节气：春、夏、秋、冬。春是少阳刚萌动，夏是太阳极盛，秋是少阴开始收敛，冬是太阴彻底归藏。宇宙开始有节奏，有呼吸，有生有灭。这四象的循环构成了时间，时间就是阴阳往复的呼吸。你现在的生命也在这个呼吸里。你工作忙的时候是阳盛，你沉思静止时是阴生。阳静则阴起，阴极则阳生，这才是易的真意。易不是变化的意思，它是变化中的规律。就在这个阶段，出现了一个改变一切的人——伏羲。他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神话人物，而更像一个第一次读懂宇宙的人。那时候人类还处于混沌期，伏羲抬头看天，低头看地，观察鸟兽、河流、云气、山川，甚至看自己的身体。他发现无论天上地下，一切形态的背后都在重复某种模式。就在他思索时，神迹出现：黄河之中跃出龙马，洛水之上浮现神龟。他们背上的符号就是河图洛书，据说是宇宙的密码。伏羲照着他们画出了八卦，那8个符号不是算命工具，而是宇宙8种最基本的能量状态：天、地、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泽。每一个卦都代表一种存在方式。天纯阳，创造之力代表开端；地纯阴，承载之力代表孕育；雷是第一次运动，是能量的爆发；风是信息的流动，是连接的力量；水是智慧，是危险中的柔性；火是文明，是光明与毁灭并存；山是边界，是稳固与停止；泽是喜悦，是滋养与反馈。这8个原型构成了宇宙的8种基因。你可以理解成，所有事物的组合都离不开这8个基础因子。从这里，易经进入了第2个阶段，周文王。那是个动荡的时代，文王被囚在幽里7年，黑暗、孤独、
绝望。可他在那种极限状态下，反而看见了天道。他拿伏羲的八卦一层层重叠，推演出64卦宇宙的完整算法。听清楚，是算法，每一卦6个爻，每个爻代表一个阶段：萌芽、成长、鼎盛、转折、衰退、终结。64卦就是64种命运路径。这套系统不只是推演个人运势，而是模拟所有变化的通式。举个例子，第一卦乾卦，6个爻全是阳，纯粹的创造力。文王写下元、亨、利、贞4个字，概括了宇宙从开始、畅通、成就、坚守的全过程。每一爻的变化，像一条龙的飞升，从海底蛰伏到冲天而上，再到物极必反。那条龙不是神兽，而是创造力本身的象征。第二卦坤卦全阴，它代表承载，乾是父，坤是母，乾动则生，坤顺则成。没有坤的承接，乾的力量会化为虚空。天地之道在于互补，这对父母的交融生出了万物。到这里，易经不再是神话，而是宇宙的操作系统。它告诉我们，宇宙不是被造好的，而是在不断创造的过程中，没有终点，没有永恒的完美，只有未济最后一卦的名字，意思是还没完成。这太震撼了。几千年前，他们就知道宇宙不会停止，世界永远在未完成中前进。而这也正是人类最大的力量不完美。前面我们说到，易经的最后一卦叫未济，意思是还没完成。听起来像个结尾，其实是循环的开始。因为宇宙的规则不是完美，而是动。动就意味着有下一次，有新的故事，有新一轮生灭的交替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逻辑其实超现代？今天科学家在研究宇宙是否是一个循环体，他们的结论是，也许宇宙会不断膨胀、收缩、再爆炸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熟？这就是易的核心思想，变中有恒，恒中有变。所以当你看易经，你看的不是一堆符号，而是在看一台宇宙引擎的蓝图。每一个卦就像一段代码，控制着时间、能量、命运的流转。而有趣的是，易经其实不只是讲宇宙的生灭，它也在讲人的命运。只是它不是要你去算，而是要你去看懂。你注意到没？我们常说天人合一，这不是口号，而是一种认知方式。易经认为，人不是宇宙的旁观者，而是宇宙的一部分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念头、你的选择，其实都在那场宇宙的阴阳博弈里起了连锁反应。听起来抽象，举个例子你就懂了。乾卦代表创造，坤卦代表承载。那如果你的人生全是乾的状态呢？冲劲十足，主导一切，不停往前，听起来厉害吧？可那就是亢龙有悔，因为阳太盛会烧掉自己的根基。反之，如果全是坤，太顺、太忍、太包容，就会变成地陷，失去自我。易经告诉你的不是命中注定，而是如何顺势而为。顺不是妥协，是看懂节奏，什么时候该动，什么时候该停，什么时候该收，什么时候该放。比如说，风代表传播，如果你在风的时期想要稳固视野，那是逆势。但如果你懂得在风起的时候把种子撒出去，风就成了你最大的助力。你再想想，这几年台湾经济的变化，是不是也像一部易经剧本？我们处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漩涡里，美国、东南亚、日本、欧洲都在重新分工。表面上看压力很大，可换个角度，这其实是坎到离的转化过程。坎为水险，离为火明。危险与机遇本来就是孪生兄弟。台湾从过去的代工岛转向科技岛，再到现在被称为 AI 核心地带，这不就是乾坤互化的结果？乾创新，坤承接。我们既是创造者，也是世界秩序的支撑者。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？我们越强，外部越希望我们弱，全球的力量在博弈，这就是另一层的阴阳。易经的精髓就是看透这种博弈，而不被情绪牵着走。真正聪明的人不会问未来会怎样，而是会问现在是什么卦。因为每一个时事都有它的象，你认清了象，
方向就出来了。比如当下全世界都在讲 AI 革命，表面看是科技，但本质是什么？是风雷翼。风代表信息流动，雷代表能量爆发，风雷相交就是进化。而台湾正好站在这个交叉口。有人说 AI 会取代人，但你有没有想过 AI 最缺的其实是道。它能计算但不能感知，它能模仿但不能觉察。那易经的意义就在这里，它教人怎么在算法之上看懂事。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前的智慧今天依然能打中人心。我们继续往下说，文王推演64卦时，其实在讲一件事：世界的所有变化都是能量的转换，阴阳的循环就像电流的正负极，没有冲突就没有电，没有电就没有生命。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其实就是一场电流波动。当你焦虑、失眠、冲动、颓废，其实都是能量堵塞了。你需要的不是外力改变，而是顺势调整。你会发现，很多时候命运不是你选错，而是时机未到。那种无论怎么努力都卡住的状态，就是处在屯卦雷在水下，动而受困。你要做的不是硬闯，而是等待雷破水面的那一刻，那一刻就是正卦行动。但问题是，大多数人熬不到那一刻，他们以为命运不公，其实是没有看懂时。易经说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这不是心灵鸡汤，而是自然规律。你看，树的年轮，花的开合，潮汐的涨落，都是在变中维持恒。人如果能像宇宙那样运作，就不会焦虑。而最神的地方在于，易经甚至早就隐含了量子叠加的思想。你以为命运只有一个结果？不，它有64种可能。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在让某一个卦亮起。命运不是注定的，而是你在哪个时刻触发了哪种能量。就像量子不是定死的，而是被观察之后才塌缩。你观察什么，它就成为什么。所以易经不是迷信，它是一部人类心智的操作系统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古人要用卦象而不是文字？因为语言太有限，符号才是压缩的真相。就像现代人看代码，看的是逻辑，不是故事。伏羲、文王，他们写下的是宇宙的逻辑。到这儿，有人可能会问，那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？意义大得惊人，因为易经讲的不只是宇宙，也不只是命运，而是生存的智慧。你看现在的社会节奏快，压力大，每个人都想掌控，可掌控其实是阳极，阳太盛必反噬。一个懂易的社会不是去控制变化，而是能随顺变化。当经济衰退是坎，当机会浮现是离，当局势动荡是震，当必须忍耐是艮。每一个阶段都有对应的策略。真正懂易的人不慌不急不赌气，他不盲信希望，也不被恐惧绑架。他知道所有低谷的背后都藏着下一次上升的种子，那颗种子正是太极第一次跳动的余波。第三幕，我们把镜头拉近到人。宇宙怎么运转是一回事，人怎么在这台机器里活出自己的路是另一回事。很多人问我到底该往哪里走，我反问你现在是什么卦？别笑，这不是玄学，这是定位。你身处哪种能量场，决定你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一个处在坎的人拼命扩张，只会越陷越深；一个处在离的人，却如果畏畏缩缩，就浪费了天时。先说国家层面的象，我们不谈大道理，就看眼前的风向。供应链重排、AI 算力竞赛、能源结构调整、地缘政治的拉扯，这些词合起来像不是人话，但在易经里其实就2句话：动中有险，险中有机。台湾的处境是典型的风雷翼叠离，风是信息，雷是动能，离是光明和文明。我们站在资讯流和能量爆发的交汇处，半导体是硬底座，软件与应用是放大器，人才是火种。你只要盯着这3样底座，放大器、火种，就知道该把资源放在哪。这就是观象取势，不靠预言，靠结构。再把镜头拉到产业，很多人问 AI 会不会把人吃掉？我的看法是，易经早给答案了，阴阳相虚， AI 是阳，算力爆发，效率狂飙。
但没有阴的承载于边界，它就会烧穿一切。阴是什么？是伦理、规则、审美、叙事，是人类赋予意义的。那只看不见的手，台湾的优势恰恰在这，我们擅长把复杂的技术做细、做稳、做美，再把它讲成人人听得懂的故事。别小看讲故事，那是把火控在炉膛里，让火能烤出面包，而不是烧毁房子。技术要落地，最终落到人心，这一步机器做不了。你可能会问，那个人该怎么选？我给你一个换卦的思路。第一步，观，别忙着行动，先判断你是屯，困中求生，虚，等待时机，大有，能量充沛，还是否，不通。第二步，阴，不同的卦动作不同，屯要小步快跑，试错为先；虚要耐得住，守住现金流与信誉；大有要扶正中轴，不要贪；否要立刻断舍离，收缩战线。第三步，变，看哪一爻动，初爻动，刚起步，别立 flag； 三爻动，险中有险，别逞能；五爻动，正位居中，做难而正确的事。听起来抽象，把它变成手边的检查清单就不抽象了。现在做的事是顺势还是逆势？现金能扛多久？核心优势是什么？最坏情况下还能活吗？问完这4个问题，你已经在站了，不是掐指，是结构化。再聊一个敏感点，情绪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卡住是因为资源不够，关系不够，其实常常是情绪在上位。情绪是什么？易经里有个卦叫噬科，本意是咬合，象征处理卡点，清除障碍。情绪就是卡在齿轮里的那小块硬物，不取出来，机器怎么加油都无用。怎么取？先兼后易，先拆那个你最不想面对的瓶颈，亏损项目、错误伙伴，拖垮你的习惯。你会发现，一旦噬科过关，后面一连串的卦都会顺起来。很多人所谓的好运，只是他们比你更早做完了该做的不舒服的事。再说个你可能没注意的细节，我们常把效率当唯一指标，但易经的世界里，效要配义，义不是口号，是代价的计算。一个选择如果在短期内很利，但长远看会切断你的根，那叫亢龙有悔。台湾的强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，而在一以贯之的文化与制度。这玩意看不见却最贵。为什么贵？因为它是坤的厚德，是万物所托。半导体是心，人才是血，制度是骨。骨不硬，身就倒；血不活，病就来；心不稳，魂就散。你把这3件事排优先级，就知道什么该守，什么能换。讲回个人，很多朋友纠结要不要转行，要不要出海，要不要创业。我的建议是用地天泰和天地否做对照，泰通，否不通。你把自己现在的环境列出来，资源、人脉、能力、兴趣、现金、时间，如果3项以上为正且能互相支撑，就是泰，可以往外扩。如果大多互相打架，就是否。别逞强，先归。归什么？归核心优势，归现金流，归健康作息，归长期伙伴。别小看这些老生常谈，他们是更的山，是你翻过去才能进对的喜悦之源。再说选择，选择不是2选1，是阶段选择。你今天选的未必是你永远要走的，关键是能不能换卦，如何换，靠小成本试错与高频率复盘。复盘不是检讨，而是观象。我们做对的是什么？错的是哪一爻？下一步哪一爻该动？坚持一件事很难，但在正确的方向上坚持才值得。方向错了，越努力越危险，这叫履虎尾不系人哼的反面版本。虎尾不是给你炫耀的，是提醒你每一步都要轻。聊到这里，你应该感受到一种状态，你不再害怕变化，因为你开始能读变化。当你能读，你就能等；当你能等，你就能动；当你能动，你就能成。成了还要守，守了还要变，变了还要中。这就是圆、亨、利真的循环。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一个姿势，而是能在4个字之间切换自如。你看，
我们从无极说到太极，从阴阳走到八卦，从64卦落回人、团队、产业、国家、文明。这条线不是知识点，是一条可以走的路，只要你愿意，今天就能把它落在你的日程表上。早上确定今日主卦，中午校正一爻，晚上复盘变爻。你坚持一季，就能感到节奏从外部的推搡转成内部的律动。这时候外面的风雨再大，也只是配乐。你还记得吗？64卦的最后一个是未既，意思是未完成。这不是句消极的话，而是易经里最有温度、最有人味的智慧。因为未完成代表还在动，还在动就代表还有希望。宇宙的秘密就在这3个字：进行中。很多人以为完美才是目标，其实完美就是死。完美的圆不再旋转，完美的剧本不再有下一幕。你仔细想，那些真正让人敬佩的国家、企业，甚至人物，都是在未既中继续进化的。台湾就是这样一个未既体，不完美却活得真，不巨大却韧性强。有人说台湾小，我反而觉得这才是福气。地小不容易迷失方向，资源有限反而激发创造。你看，台积电从一座小岛走出全球舞台，靠的是知止而后有定，不抢光，不喧哗，把所有能量放在工艺精度上，那不是企业战略，那是义的精神。乾坤定位，止于至善。未既的智慧就是明知道路还长，依然走得笃定。你不追求一劳永逸，而是每一次都能再起一次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很多人焦虑，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因为想快点完。他们想要马上结果，马上幸福，马上安全。可世界不会配合这种节奏，因为节奏是天的，不是人的。你越急越逆天。真正懂艺的高手反而慢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动，什么时候该静。静不是停，而是蓄势。你看那一卦未既，上火下水，水往下流，火往上燃，看似永远无法相交，可偏偏这2个对立的力量造就了宇宙最精彩的张力。我们的生活不也是这样吗？理想在上，现实在下，看似对立，其实互相成就。没有那股没完成的不甘，哪来的创造力？人生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失败，而是以为完成了。一旦你以为自己到了顶点，衰退就开始。企业也是一样，国家也是一样。台湾之所以能在风浪中不倒，就是因为我们从没真的完结。我们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解释活下去的意义。而未既的另一层意思是留白，留白才有变化。你看易经的卦象，没有哪一卦是满的，每一卦都预留可动的空间，那就是生命的余地。人要留余地，国家也要留余地。余地不是保守，而是容错，容错才有创造。所以我常说，易经不是教你算命，而是教你如何可逆。一个真正的强者，不是不会倒，而是倒了还能翻，因为他心中有变。你还记得前面那句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吗？这不是讲哲学，是生存定律。现在全世界都在变，有的国家靠规模，有的靠制度，有的靠信念。台湾靠什么？靠变中求稳。我们的小不是劣势，是灵活的空间。我们的不确定不是弱点，是实验场。所以你要相信，这座岛最强的地方从来不是资源，而是顺势而为的直觉。这种直觉源自我们的文化基因，懂止，懂中，懂未完。止让我们不盲动，中让我们不偏激，未完让我们永远能重新出发。你看，一个人要是能把这3件事活明白，人生就不会走歪。你失败了也能笑，因为你知道那只是未既；你成功了也不会飘，因为你知道那也只是未终。这就是我说的演化型命运观。命不是注定的，而是在每个阶段都看懂自己在哪个卦。有时你是坎，就别硬要半离；有时你是艮，就别假装乾。懂得在自己的卦里活，就能顺着天道走出自己的路。你仔细想，这不正是台湾的写照吗？我们没有庞大的土地，却有精准的节奏；没有无限的资源，却有全球最稳的链路；没有完美的结局，却有持续创造的能量。
这不就是为济而昌吗？你可能以为这只是文化自豪，其实不是，那是一种系统的韧性。我们不靠外力，而是靠内在的节律。别人涨，我们稳；别人乱，我们静；别人卷，我们撕。这种中庸不是保守，而是战略级的深思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收尾：真正的义不是预测未来，而是参与未来。当你理解这一点，你就明白，宇宙的法则不在天上，而在你身上。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和天道共振，每一次觉察，每一次转念，每一次选择，都是一次卦变。你不需要掐指，你本身就是那根指头。所以，当你迷茫的时候，别问我该怎么办，问我现在是什么卦。如果你看清楚这一点，你就能活出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笃定。天地未完，命运未终，宇宙仍在演化，你也仍在写自己的那一卦。别急着圆满，圆满是终结，未完才是生机。因为正如易经所说，前前不息，生生不已。